儿子6岁了，对什么都好奇，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。一天，父亲和儿子在外面吃完饭后一起回家。路上，儿子问父亲：“爸爸，喝醉的醉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哦，儿子。”父亲回答道，“你看见前面站着2个警察吧？如果我把他们看成了4个，那么我就醉了。”“不过，爸爸，”儿子说，“那儿只有1个警察呀。”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，他身上只剩下1个梨了，但他却惊喜地喊道：“太好了，我还有1个梨，它能救我的命。”他把那个梨紧紧地握在手中，继续在大漠里行走。他望着茫茫无际的沙漠，很多次对自己说：“吃一口吧。”可是转念一想，还是留到最干渴的时候吧。于是他顶着烈日，继续艰难地行走。就这样一直坚持了3天，终于走出了沙漠。他久久地看着手中的那个梨，那个梨早已经干瘪了，可是他还是把它像个宝贝似的紧紧抓在手里。就是这个梨给了他希望和勇气，让他走出了沙漠。就是这个梨救了他的命。人们常常说某一对夫妻有夫妻相，夫妻相到底是什么相呢？具体来说，长期共同生活的夫妻，不仅在饮食起居、生活习惯上相互影响，而且在兴趣爱好、心理情绪上也趋于一致，在外貌、形体、行为等方面也会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夫妻相。有人认为，有夫妻相的夫妻，家庭生活幸福。实际上，婚姻是否幸福，跟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有个小姑娘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，所以总是低着头。有一天，她在商店里买了只红色的蝴蝶结，售货员小姐不停地赞美她戴上蝴蝶结很漂亮。她很高兴，不由得抬起了头。因为急于让大家看看，她出商店门的时候与人撞了一下，她都没在意。她走进教室，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师。“你抬起头来真美。”老师拍拍她的肩膀说。那一天，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。她想，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。可是等回到家照镜子的时候，才发现头上根本就没有蝴蝶结，一定是在商店门口撞到别人的时候给弄丢了。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，而很多人却因为太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。在某个城市，有一家很大的饭店，老板准备在饭店里安装一部新的电梯，但是他很矛盾，若要施工，饭店得歇业半年。这时候，饭店的一个服务员随口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是我来做，我就把电梯安装在屋子外面。”老板突然明白了该怎么做，从此世界上有了室外电梯。首都博物馆对志愿者解说员工作量的要求是，
保证每周至少来博物馆服务1次，每次不少于2小时，每年服务时间不少于100小时。可是许多志愿者的服务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。他们热爱博物馆文化，在与参观者的互动交流中获得许多乐趣。他们给参观者留下了主动、热情、敬业的印象。听说你在找房子，我一个朋友有套2居室，正想出租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真的吗？我这2天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。你朋友的房子在哪里？就在我住的小区，你不是去过吗？太好了，这样每天上下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房租是多少？他说是要2000多，不过如果我去问问他，估计可以便宜点儿。好的，你帮我联系一下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去看一下房子。行，我现在就联系，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。他是一个电梯工，工作很勤奋，获得住户的一致好评，但因为长得特别像某位女演员，因此招来不少议论。大家乘坐电梯时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说起她像那个女演员，说得多了，她便默不作声。一天，下班人多的时候，挤在电梯里的人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件事。有人说，真的，你长得太像某某演员了，何不去试试演电影呢？言外之意，开电梯委屈他了。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您说的那位演员我知道，他算不上什么明星，而我却是一名优秀的电梯工。电梯里的人们一下子不说话了。从此，乘坐电梯时，再也没有人议论此事了。最近，音乐学院举行儿童演唱会，麦克风前都是7、8岁的小孩子，他们的演出非常精彩。演唱会结束后，大家一致要求老师讲一讲是如何教学的。老师说，我教孩子唱歌，通常从3、4岁就开始。不过，孩子们最先需要学的是礼貌的站立姿势，其次是要学会如何向听众致谢。为什么？如果一个孩子演唱完了就走开，或只会呆呆地站着，听众往往会忘记表达对演唱者的感谢。如果孩子致谢了，听众都会报以掌声，这会让孩子备受鼓舞，对孩子的演唱大有好处。掌声是最好的鼓励。有2个商人背着商品，准备翻过一座山，到另一个村子去做买卖。其中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叫苦：哎，山这么高，累死了，以后再也不去这个地方做生意了。而另一个人却说，我觉得这山还不够高，要是能再高一些就好了。第一个人觉得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。这个人回答说，如果山够高的话，许多商人就会像你一样知难而退，那么我就少了很多竞争对手，可以挣更多的钱了。当人事部门面对较多简历无法一一面试的时候，会先通过电话面试来挑选应聘者。电话面试短则5分钟，长的会有20到30分钟，
这取决于人事部门对应聘者的判断。作为应聘者，突然接到电话面试，应该如何应对呢？应聘者接到电话的地点可能在任何地方，如街道、商场、公共汽车站等。这些地方声音太吵，不利于沟通。这时，你可以主动要求另约时间再联系。比如说，对不起，我正在外面，比较吵，是否可以半个小时后给您回电话？人事部门一般都会答应这样的要求。这时，你要留下对方的电话，到约定的时间主动回复电话。听说你在找房子，我一个朋友有套2居室，正想出租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真的吗？我这2天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。你朋友的房子在哪里？就在我住的小区，你不是去过吗？太好了，这样每天上下班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房租是多少？他说是要2000多，不过如果我去问问他，估计可以便宜点儿。好的，你帮我联系一下，找个合适的时间去看一下房子。行，我现在就联系，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。他是一个电梯工，工作很勤奋，获得住户的一致好评，但因为长得特别像某位女演员，因此招来不少议论。大家乘坐电梯时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说起她像那个女演员，说得多了，她便默不作声。一天，下班人多的时候，挤在电梯里的人们又开始谈论起这件事。有人说，真的，你长得太像某某演员了，何不去试试演电影呢？言外之意，开电梯委屈他了。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您说的那位演员我知道，他算不上什么明星，而我却是一名优秀的电梯工。电梯里的人们一下子不说话了。从此，乘坐电梯时，再也没有人议论此事了。一个男人邀请3个小男孩在雪地上玩一个游戏。待会儿我站在雪地的那一边，等我发出信号后，你们就开始跑。谁留在雪地上的脚印最直，谁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，可以拿到奖品。比赛开始了，第1个小男孩从迈出的第1步开始，眼睛就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双脚，以确保自己的脚印更直。第2个小男孩一直在左顾右盼，观察另外2个同伴是如何做的。第3个小男孩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，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站在对面的那个男人，更确切地说，是一直看着他手中拿着的奖品。只有将眼光坚定不移地聚焦在人生目标上的人，才会少走弯路，与成功的距离也会大大缩短。一位母亲来找我，她儿子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最后1名，她为此很烦恼。我跟她说，这就好像爬山一样，你孩子现在是在山脚下，唯一的路就是往上走，只要你停止烦恼，鼓励他，陪他一起走，他一定会爬上来。不久，那位母亲打电话向我道谢，她孩子的成绩果然不断往上升。我想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是，
山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。许多在山脚下的人之所以爬不上来，是因为他们停住了双脚，只知道蹲在山脚烦恼哭泣。有个小姑娘爱吃西瓜，瓜农看到她站在田边，就问她：“你想买西瓜是吗？”她点点头说：“可我只有1毛钱。”瓜农看她可爱，便说：“没关系，那我卖给你一个小西瓜。”小姑娘想了想说：“好吧，不过你先别摘下来，我过些时候再来取。”瓜农同意了。1个月后，小姑娘抱走了一个大西瓜。一滴水的最好去处是哪里？那就是大海。在现代社会，人与人之间不能缺少联系和合作。能力再大的人，也不过是一滴水，大众才是那片大海。只有与人合作，一滴水才不会变干。与能干的人合作，聘用在聪明才智和竞争力方面都超过自己的人，往往会使自己学得更多，成长得更快。而那些害怕或怀疑合作对象的人，则肯定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